往，痛快嚎啕了一场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生活过成了这样，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过了上半场。是谁养了一把傻子啊？我没哭，只是被迷了眼眶。别松手啊，我最好的傻瓜，你哪儿都不差，我没说谎话，你很好很好啊。最该被温柔对待的人是你自己啊。遥远的太阳在你身后头顶上啊。想看哪里啊？季主任，您不记得我了？看着是有点面熟。我周静雯，06级的，在规培的时候是您带的。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学校后面的山楂糕，没记错吧，师兄？这你也记得？季主任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周静雯，抱歉，印象不深了。您印象深不深没关系，我印象深就行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，我们几个女生常常聊到您呢。哎，06级呢？你跟乔阳是同学？是，但是我跟他不熟。季主任，那我们就讲好了，后天来革命见啊。这个真保证不了，我这脱不开身。没关系，我明天再来问你。哎，今年的高峰论坛在你们3院啊？对。能不能邀请我来？行吧，那我给你安排。太好了。哎，乔阳，乔大夫，看这谁啊？你老同学周静雯。季主任，腾冲的视频会要开始了，差点给忘了。你们俩先聊啊，我先过去。小周，保持联络啊，再联系。哎。周静雯，你就不配当医生。乔阳，我们走着去。想到当年跟老师来这里汇报，都胆战心惊的，眼睛只敢看着地板。现在感觉这个楼还挺高的哦。这楼前年才盖。10多年没回来，变化挺大的。你回3院就是单纯想来怀旧啊？这倒不是，我是来找季主任谈合作的，看他有没有可能来革木。才到，10多年不敢回来，一回来就是挖墙角，你还真是没变哈。我是光明正大的，我开出了比当年陆军还要好的条件，我看季主任有点动心了呢。他这人，超市鸡蛋打折都动心啊。季主任要开一台这么有影响力的手术，等到做完，肯定是鲁河面的前3名好医生，要被挖墙角也挺正常的。如果你对革木有兴趣，我也可以考虑考虑。那你可快别考虑我，
你们民医院从早到晚的拉双眼皮子，我腰不好，受不了那份辛苦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民营医院占市场的80%。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，肯定会来格木。或许吧，我只知道在你那做坏了的人，一定会回3院来找我的。Most experts do not suggest a complete surgical removal and think that a 20% removal is the most ideal case. The only person supporting you on this is me. You're indeed my teacher. Keep going to say. You definitely would say bird. However, what a true doctor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how to elevate a patient's pain. The question right now isn't about choosing the better surgical plan, but rather, are you willing to risk your entire career for this? Dr. Yang, I would say yes. I'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every second of my life. And the chances of dying? Recklessness isn't bravery. Can you decrease the chances of dying to a minimum? 还跟我说什么毒医吧，我就是你的小白鼠。手术成功了，你出名；搞砸了，死的是我。你疯了！万一弄不好，毁了他又毁了你。我不做你那个狗屁手术，做了也是白做。咱们以后还有机会。没有什么机会，继续做怪物的机会。这一大坨孩子，我不做是个怪物，我做了还是个怪物。所以20%局部切除的方案你是不接受？绝不接受，绝不！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，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。是你答应我你能做全切的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怪我活该被骗，怪我就该去死啊！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。专家院长来我院参观。我院呢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集科研、教学、临床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。我院呢现在有主任医师206名，副主任医师304名，主治医师407名。哎，陈院长，这是您吗？是啊，怎么不像？不像。这看来你们医院不太好管理啊，看把你们院长累的。这至少瘦了30斤呢。哪儿才30斤啊，50斤。50。多亏了他们，我这脂肪肝都好了。这是陈诚，主任医师。陈主任你好，欢迎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巨学峰整外的副主任，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。你好，李院长好。哎呦，年轻有为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陈院长，这些都是你们整外的精英吧？对呀。刘院士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格木整外主任周静雯啊，今天特地申请来观摩学习的。格木乔阳本院整外医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轮休，我特意赶过来，就是想给各位专家分享一个我院的特殊病例。各位专家这边请。请吧。选择全切的方案，对我们医院和整个团队来讲，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我们也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，来传一下。那各位专家也看到了，
我的这位患者呢，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孩子，她今年才23岁。那如果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，她都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生活的话，那她是没有一天轻松愉悦的日子可以过的。也因此呢，我们在跟患者本人以及患者家属非常深入的商讨之后呢，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他的未来搏一把。各位专家手上是我们这次初步方案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周大夫，方案呢还不成熟，班门弄斧了，也听听专家们的意见。这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方婷，你放心，交给技术人没问题的。这个案例我们医院也特别关注，尤其是做这个全切的手术，真是不得了。要不是像技主任这样有胆识，陪着病人冒险，你还真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啊！是病人和医生共同的冒险。当然了，首要前提是我们医生得有自己的判断。季主任已经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个非常严密的术前探讨啊，我们也对所有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。我们整个团队呢，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。所以对这一次的全切，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。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。刘院士，可能您不记得了，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哦。您在台上说，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，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就是要敢为天下先。哎呦，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，谢谢。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，所以这一次，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。那尤其是厉主任，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。您看，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啊。小姑娘，你看，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，一定不要放弃希望，好不好？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？我看每个专家都有。没纸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陈院长，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，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，欢迎光临指导。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，别说同事了，我爸妈，你爸，你关心过谁呀？你尊重过谁呀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，你只在乎你自己。谢谢你这么高评价。老太太到底怎么说？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，老太太就能松口了？万一出点意外，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？全切才是我想要的。方婷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。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，她不是教会。你行了啊。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。行了。老太太不同意，但是方婷找他了，说要么全切，要么不做了，立刻出院。明天上午8点，学院专家会诊研究你的方案，你主导，满意了？季主任不肯来吗？你消息可真快啊！今天上午要不是约了经理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、超声炮，我也过去了。现场都是我的眼线，4院韩主任、7院老马，还有华科会卢总，那都是多少年朋友，全程给我直播。怎么听说现场杀出个陈小金？不好意思哦，我还得看点资料。教授，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，我和乔阳分数一样，为什么选他不选我？卢静文吧，总算对上号了。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1个人。为了这事儿啊，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。你们冯院长骂我，别太贪心了，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。
这事我尽力了，没办法，确实没办法。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，选不选他，和他是不是本院的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他是我抓就抓上了。不服？我去抽烟。你哥给我的，有2万。拿着吧，要不然他睡不好觉。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，胆子小得很。妈，要是害怕就再想想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初中的时候，这瘤子还没这么大，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大王，我很生气，撕了他们的作业本。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，人缘却越来越好，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。再后来，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，说我是怪物、畸形、像马、像鱼、像恐龙，还真不像人。这是我小时候，小时候挺可爱，现在呢？胖了点。人家都说了，小时候好看靠基因，我就靠你了。现在想想，尖角大王还是挺可爱的。弟弟啊，咱不紧张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你不是想去新疆吗？爹带你去，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，好不好？啊，家属请留步。别害怕啊。哥，等结束了，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，别再这么累了。别害怕。哎，老季，你那前妻可真够厉害的呀！闹成这样还让他主刀，你是不是什么把柄在他手上？老罗，啊，你头发少是有原因的。你别不爱听，你看你们家现在那位，以前也是科里的护士吧，现在全职太太，每天没事儿做做脸，遛遛孩子，多好。那乔阳就不知道享福，天天在这儿跟我们争得头破血流的。老罗，你太太都500项高管了，赚的可比医生多多了。你说，你怎么也还在这儿给我当助手呢？在家遛孩子多香。不舒服啊？原来我也怕死。我进过无数次的手术室，只有1次是我躺在台子上，那次我是个病人，大概跟你现在差不多大年纪。大夫跟我说：“你把眼睛闭上吧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得看，因为我怕这是我看见世界的最后一眼。”他给我主刀的也是个女的，头发花白，戴一个大口罩，笑眯眯的看着我。他跟我说：“别怕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你。别怕，宝贝儿，都瞪眼看什么热闹？不想下班了是吧？
我前两天啊看了一医疗剧，你说现在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哈？一拍咱们医生做手术，要么就过度严肃，要么呢就是过度紧张，一看出血就大喊大叫。不好了，出血了，咋咋呼呼的，出血嘛，止血就行了嘛。要夏萍那样，早在医学院就被淘汰了。原来这点生工作多啊。注意一下神经保护。这儿有吗？没有，可以下刀。这个大土豆啊，想把它从地里翻出来可真不容易啊。各位领导，请进。来，请进。这位见过吗？咱们诊外的厉主任。你好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你好，厉主任。请坐，请坐。厉主任好。请坐。好了，咱们看手术吧。来，请坐，请坐啊。你好，哎，请坐。别离开齿来。这出有点多，再吃血。血压97、75。切除情况还不错，顺利的话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纱布，出血太多了，根本看不到出血点。出血，吸，往这儿吸。血压76、45。出血，血呢？我去拿。找到出血点了，奠定止血。你别怕，你负责睡一觉，我负责叫醒你。笔记本了。手术继续。
真是叹为观止啊！是啊，这个手术太精彩了。你看完这都处理得很到位，你吃完没？以后真是连出我们全家。护身可畏。行了，接下来会做一些检查，你放心，会制定适合你的方案的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。别怕啊，蓉儿，别怕。主任，这样的话，他又得面对公众，会不会太残忍了？真正残忍是造成他伤疤、伤害他的那个人吧？至于公开手术，是他同意的。可是做这些疤痕修复对他来说真的有用吗？那你说说看，什么对他有用？畜生，绝对是畜生，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我算了一下，超过3厘米大的疤痕有30多处，算上小的，一共有70多处。我的妈哟，简直就不是人！光是大的疤痕修复至少就要6个小时。6个小时做疤痕修复啊？换作是你，你会对这个手术有兴趣吗？3小时啊？公开手术， 8小时，患者也同意了。邱主任，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魄力的。放眼望去，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？谁敢接这样的手术啊8手连弹呗，4个人一块儿上。问题是江蓉能分成4班吗？别阴阳怪气的，行不行啊？李总，手术当天能不能安排头部的媒体啊？必须能啊！你要3个小时完成手术，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。太好了，这3个小时完成，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，还可以做腹部收紧。我会尽快做方案。3个小时2台手术。103换液。方婷是吧？哎，是啊。乔医生是不是来过？哦，人家升职了，不在科里了。那他不管我们了？行，换好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乔阳，恭喜啊！什么乔阳？乔主任，毛发移植中心乔阳乔主任。对。老杨，不，乔主任，您这一走啊，再见可就难喽。就您这种情况，再见不难。啊。死鸭子嘴硬。这个决定是全院的意思。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，院里边非常重视她。上个月呢，这个老隋退休了，毛发呢就缺了一个主任，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。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？你这么替他说话，我怕你媳妇儿吃醋啊。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，去毛发真有点可惜。
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，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，在那边时间长了，万一有一天他……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。我们是整形外科，跟别的科室不一样，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，越是医技高超，越要小心翼翼的。乔阳啊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对，这点呢，我比你更清楚。无论是医学天赋、工作热情、勤奋程度，啊，都是没可比的。所以呀，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，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。我也是为他好，放心吧。主任，我觉得他，主任。服务员，给我个菜单。哦。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，还有2瓶啤酒。小胡，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？海陆空套餐788。来，开始。没问题，不要香菜。好。我记得你不吃香菜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在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。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，还有2010年那本《中华耳外科》，你写的那篇论文，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，我没记错吧？当年我就知道，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，我比不了。打扰一下。你说我们做医生的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连轴转，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，要不然就被投诉。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？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跟你议论你。你说我们2个都在同一个行业，怎么都没碰到呢？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。喝一个，开车。干杯！还有40秒。已经半年前的事了，她丈夫即将被宣判。佳柔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。这个手术有难度，有话题，我觉得非你莫属。3元1台手术给你多少钱？我付3倍。老同学，考虑考虑。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，你为了达到目的，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记得买单。这里什么情况？整容失败了呗，这一整容失败，之前谈男朋友都跟别人跑了。谁呀？乔怪整容。明恋上整容，这不想不开吗？收费是按毛囊个数啊。您这种情况，差不多2800单位，得花不少钱啊。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，不够支援前线的。我觉得您这想法挺好的，算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真是头发都拖不起。下一个。季主任，行，季主任也有需求啊。后边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嘿，好久没看门诊了，还没过瘾呢。
老太太让你来毛发，你还真答应啊？这太不像你了。干什么都有代价，我早猜到了。王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，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？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？咱俩以后可评级啊，你可得叫我乔主任。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！你想好了，在这你可动不了刀了，这你能答应？哼，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？无所谓了，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。等会儿，你不会是想走吧？他们都说你和 PSOA 那边一直在联系。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？刺探军情啊，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回国态度？跟老婆又吵架了？是爸的事儿。哎，这不是洋洋吗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。杨阿姨，哎，经常回来看看啊。好好好。洋洋，这门怎么打不开了？锁坏了，重新换了一把。我爸呢？老乔出去了，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来，安静。季雪峰不说他进急诊了吗？都怎么还一个人出去瞎溜达？他买菜去了，我劝他，他也不听啊。他得一回病啊，就更倔了。等回来你劝劝他。我进我屋拿点东西。结个婚呀，真是麻烦，不说装修，就收拾收拾就2礼拜。那个正好外面收拾出来那些东西，你要是觉得有用，你就拿走。那个，这人太多了，踩了我好几脚，真是。哎，琪琪不是爱吃鱼吗？晚上呢，咱们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。就是痛风，老毛病。哎，季小红也是，大惊小怪。你都会做红烧鲈鱼这么高级的菜了哈？我你的手艺还差点火候。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？卖了，那花里胡哨东西我们用不上。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还有。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，你女儿还没死呢，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？找他怎么了？啊，人愿意，我找得着你吗？我打电话你接吗？洋洋留下吃饭吗？你也不早说，家里也没有好菜。我有鱼吗？可也不挑啊。今年的国际护士节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。你这手艺有进步啊？还行吧。前几天你那手术，全期是对的。你看过方案？季雪峰可真行。他是骨线增殖，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，病变范围大，长了7、8年了，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的。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，后期啊还得骨科给你们擦屁股。你要擦屁股？会诊的时候那骨科王主任就在场，20%那方案谁没意见啊？王志，他当然，他不会反对，他从来就不会反对。近日，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的家暴致死案件昨日宣判。据记者了解到，被告人妻子目前正在治疗当中，没有出席庭审。这些年来，一件件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。我最看不了这种事儿了。
自己孩子都打死了，那还是人吗？女人最重要的是嫁对人，选错了人，一辈子就完了。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？远的不说，就说琪琪的前男友，他就是心眼多，跟他没有好日子过。还是现在小豆好，他直接跟琪琪说，婚礼就让我们操办，一切都听我们的。这孩子人品好，踏实。琪琪性子软，容易受人欺负。就是说那天选婚纱吧，那售货员就那么忽悠几句，他就动心了。婚纱，这玩意儿就是个一次性用品。是啊，还2万多呢，幸亏你爸拿了主意，才选了合适的，对吧？那个红的啊，中式旗袍，多喜庆啊！人结婚你给选衣服，怎么了？真是。结婚礼什么时候啊？月底。哎，老乔，你怎么没跟洋洋说呀？我们也是觉得你太忙了，怕你不能来。他忙什么呀？他现在天天忙着往人脑袋瓜子上种芝麻。人植发也是外科，你就不能对别的技术部门尊重一点？吃饱了，你慢慢吃啊。你要是有琪琪一半那么听话，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说你去干那个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人脑袋上没头发就不能活了？我有时真怀疑季雪峰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俩价值观都出奇一致。你觉得没意义，但有人在乎呀。我有这手艺，可以让人活得更体面、更漂亮，这怎么就没意义了？什么意义？那漂亮能当饭吃吗？你说你妈那时候，地都下不了了，还非得天天戴假发，戴来戴去，给她戴好了吗？是医学，是我的专业技术能给她治病。你不也没给她治好？这是王琦的婚纱吗？对啊。给我吧，我就是王琦。当心要沉入黑夜，渐痛的重放，用力却抵达荒野的迷惘。但我不做屏风上的鸟，做沙漠，做洪水，做飘飞的烛火。这希冀山东羽翼，风中呼喊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，是你吗，亲爱的我自己，是你吗，亲爱的
自己。